你个没良心的娘儿！他要不是为了给你买银簪子，能去采山货，被野猪咬成这副鬼样子？快死了那是他命短活该。今天你休想从我们家拿走一粒粮食！既然你这么无情，这粮食你更不配吃了，给我拿来！装什么死？晦气东西！我不是在后厨研究新菜吗？怎么会躺在这种破地方？搞什么？我堂堂顶级厨神，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古代同名的脑残农女身上，这原主是不是降智了？亲爹娘哥哥不认，死心塌地去当堂姐的血包，还把真心对待的未婚夫作践成这样。妹妹既然醒了，就别装了。族老们已经把你许给了刘地主，彩礼归宗族。你若是识相，就赶紧在这婚书上画押。听到没？拿你去换彩礼，也算你最后报答宗族，别不识好歹。真是一场好戏。青柔姐以前说我是亲妹妹，最疼我，怎么眨眼把我卖给半只脚进棺材的老头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这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，拿我换彩礼是吧？从今天起，你们母女再敢算计我一分一毫，我就拍碎你们的脑袋！苏诺，你疯了不成？你就不怕宗族长辈知道后动用家法吗？家法？你少拿宗族压我。这门亲事原本定的是你苏清柔，怎么？你想攀高枝不愿嫁，就串通族老让我去替你跳火坑？替嫁是族老定下的，你敢违抗就是背逆宗族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背你。我不仅要抗亲，我还要跟你们这帮吸血鬼一刀两断。苏诺，你要是不签婚书，就等着被逐出宗族，收回田地吧。青柔，我们走。老天爷，沈爷这是怎么了？流了这么多血！诺诺，刚才我们在村口听说你二婶来闹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爹娘，二婶不仅想抢我们的口粮，还拿族老逼我替嫁刘地主，我不答应就把他们打跑了。什么？你把你二婶打了，还拒绝了族老安排的刘地主的婚事？大嫂，你平时只顾着你自己就算了，那刘地主是个什么货色，你不知道？叫什么我顾着自己？要是真得罪了族老，收了咱家的田地，我们全家以后都得喝西北风！闭嘴！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救人要紧。爹，大哥，沈燕失血太多，气息很弱，光烧热水没用，得赶紧动钱去镇上请大夫抓药。爹，快搭把手，把沈燕抬进屋里。沈燕，你为原主连命都不要，我绝不会让你死。诺诺，不是大嫂说你，顶撞二婶就是得罪全族长辈，往后咱们全家都要被整个宗族戳脊梁骨。小妹只是不想白白去给那老头子陪葬，她有什么错？就算被赶出宗族，我出去卖苦力也能养活她。你说的轻巧，万一族老真收走了田地，连沈燕治病的钱都没炸落。大嫂不必忧心，这些事我会解决的，绝不会连累全家。小妹，大哥信你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大哥都站你这边。能有什么法子？不过是死鸭子嘴硬罢了。苏诺，你快出来！两位族老已经来了，你今天必须签下婚书，不然怎么样？苏家丫头，宗族养你18年，换你一门拼事，可是亏了你。我绝不会送我的女儿去给刘地主做妾，就算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收走，我也不会妥协。
谁敢逼我妹妹，先过我这一关！哼，粗鄙！若是你们被族谱除名，田地充公，那你们苏家这一支往后就是无根浮萍。原主真是糊涂，有这般护着他的家人却不珍惜。既然我继承了原主的身体，我就绝不会让他们被人欺负。诺诺别怕，娘拼死也会护着你的。不准碰我妹妹！你们敢伤我妹妹，我绝不罢休！好，软硬不吃是吧？5天之后我们来收家产，然后再把苏诺绑去财主府。你们快过来！什么这么香？普通祠粮怎么能熬出这味道？这香气比镇上饭馆的羹汤还要诱人。同样的粮食，经小妹之手后，竟完全不一样。喝点热汤吧，补充一下体力。你吃？我吃过了，你快吃。原主实在是亏欠他太多了，他身负重伤还一心想着我，我一定要治好他。你在干什么？家里粮食本就不够糊口，你还全部拿来瞎折腾。大嫂，我没有浪费，等我把这些粮食做成美食后，咱们就能赚银子了，到时候全家也能过上好日子。我不管什么银子，这些粮食煮成粥，一家人吃饱才是正事。大嫂，别闹了，你就听我的吧。诺诺，快来！沈燕浑身发烫，她晕过去了。他的伤口发炎了，必须立刻请大夫诊治。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哪还有余钱请大夫？小妹，家里实在拮据，恐怕家里估计是指望不上了，我得尽快做出美食赚钱。别担心，钱的事儿交给我，先去叫大夫。伤口化脓，已入五脏，寻常草药压不住了。想要吊命，唯有100年老参，只有1天时间。明日日落前若无老参，准备后事吧。大夫，这是家里全部的底细了，您通融通融。这点碎银连根肾虚都买不起，家里连锅都揭不开，还要砸锅卖铁救个外人，这日子不过了。诺诺，别费钱了，我这条命不值当。别胡说，你撑住，人生我来想办法。小妹，那是100年老参，动辄几10两银子，你别胡来。大哥这就去镇上找活干，去借。把咱们全家卖了都不够，你拿什么想办法？空口白牙变出银子来？别到时候人没救成，把咱们全家都搭进去。闭嘴！沈燕是为了诺诺受的伤，再多嘴一句，你马上滚回娘家。娘，这是你唯一的嫁妆，不能当。命都要没了，留个死物有什么用？娘，把那几两碎银给我当本钱。不行，这是全家最后的活命钱，凭什么让他拿去打水漂？拿来！就算打水漂，我也信我闺女。好，等他把钱败光，全家人就等着一起饿死吧。诺诺，不必为了我。闭嘴，乖乖等我回来。小妹，就咱们这点碎银，镇上什么营生能1天赚出几10两的人参钱？大哥跟我去河边就知道了。咱们今天做一门无本万利的买卖。满河滩的顶级河鲜居然都没人捞，也是，这儿的人只会水煮烧烤，那腥味谁受得了？现代夜宵之王爆炒小龙虾，今天就靠你赚第1桶金了！大哥快帮我抓那些红壳大钳子的东西！小妹，你疯了？这不是泥潭里的红壳虫吗？又腥又硬，狗都不吃。你要拿这玩意儿去卖钱？
狗不吃是因为他们不会做，用我的独家秘方爆炒，保准把镇上人的舌头都掀掉。赶紧下来帮忙，赶时间。行，大哥今天豁出去了，陪你抓。钱是我研发的13香爆炒配方，风靡整条美食街。这个时代没有同类吃食，绝对能吸引大批食客。小妹，这真能卖上价？别折腾半天倒贴功夫。大哥把心放肚子里，沈燕的人参钱全指望他了。走，去镇上最大的聚贤楼。聚贤楼，那可是镇上最顶级的酒楼，掌柜大厨眼光极高，未必看得上这些野河鲜。越是顶级酒楼，越缺新鲜花样。跟我走就是了。去，哪来的泥腿子乱闯？别脏了我们酒楼的地儿！小妹，我就说不行，要不咱们换家小饭馆吧？去叫你们大厨出来，就说有人来送独家菜方，包他酒楼生意翻倍。哼，就你个要饭的村姑还懂菜方？赶紧滚！别逼我动手！行，记住你现在的话，待会儿别求我。大哥，你拿刚才的钱去杂货铺买口大铁锅，再买些花椒、大脚、桂皮，越快越好。买锅？你该不会是要在这儿？他不收，那我就在他正对面坐，等香味飘过去，我要让他酒楼里的食客自己跑出来求着买。行，我这就去。小妹，这红壳虫真能吃吗？大哥，把心放肚子里，准备收钱。什么味儿这么霸道？走去看看。秘制13香小龙虾爆炒田螺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哎呦，小妹，这铁壳能崩掉牙呀！快吐了，谁让你连壳嚼的？像这样嗦着吃。香辣，太过瘾了，这味儿绝了！给我拿荷叶包2份，快！我要3斤，回去下酒。姑娘好手段，一锅红壳虫，竟把我聚贤楼的客人都勾跑了。这秘方可愿卖我？秘方不卖，但我可以独家供货，每日做好送来，保你聚贤楼生意翻倍。行，咱们现在就立契。这是70两定金，明日起每日送50斤来。70两。小妹，那可是70两啊！我到现在脑子还发懵。大哥，以后的好事还多着呢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妹，你怎么知道这些河鲜能做成吃食，还调配出了这般绝妙的口味？当然是我偶然在河边琢磨出来的。就算能吃，旁人也没有这么特别的香料味道。你那些调味法子是从哪学来的？这是秘密，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吃不起鲟虾，小龙虾价格便宜，再搭配上我独家的香料，自然能抓住食客胃了。咱们总算能挺直腰板，再也不用受二婶和祖老的窝囊气了。娘，天都快黑了，大夫说的时辰可到了，您就别转了，转破天，那丫头也变不出100年老身。你闭嘴！
诺诺答应过日落前回来。您还做梦呢？他以前怎么作践家里的，您忘了？依我看，他肯定是拿了家里的活命钱，在外头霍霍光了，不敢回来了。你少胡说八道！诺诺不是那种人。行，他要是真能挣回银子，把那几十两的百年老参拿回来，我今天就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他磕头。好啊，大嫂，准备磕头吧。方才是谁拍着胸脯放话？要是诺诺挣到银子，就把他当祖宗伺候。如今白花花的银子摆在跟前，可别反悔不认账。小妹，先前是大嫂说话不过脑子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沈燕，我买到吊命的百年老参了，等会儿就去给你煮参汤。沈燕，诺诺挣这么多银子都是为了你，你以后可要好好待他。谁能保证这银子来路干净？指不定是他在外哄骗别人弄来的，根本不是正经做生意赚的。诺诺的品行我一清二楚，你再敢胡乱污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嫂需要再三番五次诋毁小妹，小妹一心为全家谋生，你不感恩反倒处处找茬。明阳跟他一同出门办事，现在怎么只有小妹一人回来？对啊，你大哥怎么没跟着一同归家？莫不是半路出了什么意外？娘不必忧心，大哥拿着银两去镇上粮铺采买米面粮油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定是大哥回来了。方才我在村口听闻，镇上有个男子偷盗银两，被官差当场捉拿，直接押回县衙大牢了。我就说不对劲儿，明阳定然是在外偷钱，被官差抓走了。桌上这一堆银子全是赃款。诺诺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这银子当真是不干净的。大嫂不要胡乱议论，大哥向来老实本分，绝不可能做偷鸡摸狗之事。镇上粮铺新到的细米白面，还有烧鸡，全是小妹吩咐我置办回来的。原来是去置办吃食，倒是我白担心一场。这整只烧鸡，还有这么多细米，得花不少银子吧？这下大嫂总该放下疑心，相信我是正经赚的钱吧？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，我去给沈嫣熬参汤。这烧鸡先留着给诺诺补身子，他在外奔波了大半日，肯定累极了。娘不必惦记小妹，她在镇上已经吃过了。这烧鸡是特意买回来分给咱们的。咱们诺诺总算是长大了，心里时时刻刻都记挂着家里人。沈嫣，你往后一定要好好对待诺诺，他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付出了太多。我全都记下了，往后我会拼了命的对诺诺好。不过挣了一次银两，全家都围着他打转，反倒是我处处讨人嫌。这钱真是小妹带着你去赚的？没错，这钱是我和小妹去聚贤楼门口炒制售卖小龙虾赚来的。什么？小龙虾是什么？我活了20多年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。就是河滩里通体发红、长着硬钳子的红壳虫啊！小妹说这叫小龙虾。那红壳虫居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听过这般怪事。这小龙虾经过小妹调配的独家香料爆炒过后，整条街的食客全都抢着购买呢，就连醉仙楼的掌柜都专程来找小妹谈合作。聚贤楼是镇上最大的酒楼，他们当真愿意长期收购小妹做的河鲜菜品？怎么可能？区区河里随处可见的野货，怎么可能换来50两白银？你莫不是跟着小妹一同撒谎哄骗我们？怎么可能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前几年闹饥荒，村里不少人都捞过红壳虫，大家都说这东西壳厚肉少，还带着浓重腥气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这银子定然来路不清，万一官府上门追查，咱们全家都要被抓去蹲大牢。娘，你说这银子到底是不是正经生意得来？千万别瞒着家里闯下大祸。小龙虾虽然是现代美食，但现在的大多数人根本连听都没听过。
他们心生猜疑也是正常的。诺诺，咱们把这银子还给人家，娘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咱们一家老小能平平安安。此事因我而起，要是官府追责，我就去顶罪，牢狱之灾由我一人承担，绝不牵连你。我知道大家都不相信我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大嫂跟我和大哥一起去镇上卖一次小龙虾不就好了？既然诺诺说带你去，那你就放下心中成见，好好跟去看看。好，明日我跟你们去镇上。我就不信那何仙能值这么多银子。大嫂，从前我被苏清柔挑拨，处处给家里惹麻烦，惹你心生不满。从前种种过错，我在这里同你诚心道歉。小妹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了，她现在一心为家里谋划生计，往后你别再苛责她了。一句道歉改变不了什么，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拿不出实打实的收入，我依旧不信你能靠何仙挣到银子。没事儿，过了今天，我就会让你彻底放下心里的疑虑。这红壳虫的钳子锋利，极易家伤人，这真能做成吃食卖给酒楼？这东西这么难处理，聚贤楼掌柜怎么可能愿意收购这种野货？你不用管，小妹有特殊的处理法子。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聚贤楼卖小龙虾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到了酒楼，你们还怎么演？这么气派的酒楼，怎么会收下咱们乡下打捞的脏野河鲜？不如去菜市场贱卖，能换几文碎银，也算不白忙活一趟。放宽心，聚贤楼掌柜早就和小妹定好了长期供货的约定，绝不会拒收咱们的河鲜的。走吧，咱们进去找掌柜算钱。快跟上！进去询问一番也无妨，大不了被人赶出来罢了。主簿大人，往后还请多多照拂我家轻柔，望大人能为他寻一份体面的好前程。劳烦大人费心操劳，小女子定会牢牢铭记大人恩情。小二，我们来送货了。苏诺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苏诺，你怎么敢擅自跑到聚贤楼这种体面的地方来？你都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你不会是一路尾随我们，想要借机攀附主簿大人，占光我好处吧？妹妹还是安分守己的待在乡下吧，这里不是你这种粗鄙丫头配来的地方。我来酒楼送货做生意的，与你没有半点关系，别在这找茬。妹妹，别闹了，筐子里装些脏兮兮的河虫就敢来酒楼售卖，你这样行事，人家会看清咱们苏家的。就这些不值钱的脏东西，也好意思说是做生意？值不值钱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像你这种没脑子的，能分得清什么值钱，什么不值钱吗？不知天高地厚的赔钱货，还敢跟我顶嘴？吵死！喝点茶醒醒脑子。苏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羞辱长辈！今天我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苏诺，你最好跪下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不然等我把这件事上报给族老，你就等着挨鞭子吧。是啊，妹妹，你今天真是太胡闹了。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听你？诺诺以前不是最爱讨好二婶了吗？如今她竟然敢当众顶撞二婶，还泼二婶茶水。我今天就替苏家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不行，诺诺身子骨这么弱，要是真被二婶扇了毛掌，那还得了？柳氏，我是苏家的长辈，你竟敢这样对我！我怎么了？你平日苛责我们也就算了，如今还想动手打我小妹，真当我们大方没人了吗？依我看，你们纯粹就是因为没巴结上我，恼羞成怒了。你有什么值得我们巴结的？你们跟着我们来聚祥楼，不就是见我跟主簿大人交好，想故意闹事儿，然后借机从我这儿捞点好处吗？谁稀罕巴结你？我们今天是专程来酒楼做生意的。就筐子里那些脏兮兮的河虫也配称作生意？怕是连小二都嫌晦气，根本不收你们的破烂吧？聚贤楼掌柜早已和小妹定下长期工诺合约，等下掌柜亲自过来，你就知道我们说的句句属实。娘不必他们置气，几个穷酸农户做不出什么正经买卖，等会儿自会被掌柜赶出去。劳烦小哥去通报掌柜，苏内今日前来送货结算货款。满嘴谎话，你根本不可能认识掌柜，纯粹在这里哗众取宠。赏你1文钱，拿着赶紧滚出酒楼，别在这里碍眼。1文钱不值一提，我们不必坚持。瞧瞧这副穷酸样，看见1文小钱眼睛都挪不开了。苏姑娘来了，快随我到后厨，正好急需你的秘制调味方子，稳住菜品口味呢。
速去账房取钱，交给苏姑娘的哥哥。原来小妹没有说谎，这些不起眼的河狸野货竟然真能卖出去。不过区区几筐禾虫，能值几文？我看啊，掌柜不过是跟他们客套寒暄几句，这点钱根本不值一提，不值得我们羡慕。劳烦公子仔细清点，布袋内积20两白银，分文不少。小二，区区一筐禾虫为何能卖20两白银？是不是掌柜一时糊涂弄错了银两数目？苏姑娘烹饪的爆炒河鲜是本店的招牌爆款菜品，每日到店时刻必点，20两已经是苏姑娘的友情价了。咱们才送一趟货，就赚了20两白银，小妹这门手艺实在太值钱了。她一个乡下丫头，怎么会有这般过人的烹饪本事？怎么，不过区区20两白银你就崩溃成这样？那这么看，你也没什么本事嘛。方才施舍给我们的1文钱，你还是自己捡回去买粗粮糊口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惹人笑话。我们走。拿着回去买粥吧。不过区区20两白银，根本不值得我们心生羡慕。柔儿，等你日后嫁入大户人家，随手便能拿出100两白银，比他强上100倍、1000倍。娘说的没错，苏诺只是个靠下注谋生的乡下土妞，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我才是那个能结交达官贵人的大家闺秀。诺诺，对不起，是大嫂先前心胸狭隘了。大嫂保证，往后我再也不会胡乱猜疑指责你了。一家人不必揪着一些琐事计较，往后咱们同心协力，日子肯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。大嫂，咱们买些点心尝尝吧。这点心太贵了，几块点心就要花1两银子。要是被母亲知道我吃肉食点心花了小妹的银钱，她肯定要打死我的。小妹啊，咱们不如买点粗粮糕，省钱还能填饱肚子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偶尔吃一次不碍事。老板，所有的肉食点心各包2份，全部打包。好嘞，姑娘出手阔绰，我再额外送你2块酥饼。这也太铺张了。河鲜的捕捞门槛低，再过几日全村百姓都会争抢捕捞，咱们这门生意迟早做不下去，到时候再想攒钱就难了。2日后新知府大人就要抵达本县上任了，咱们得抓紧置办接风宴席了。宴席急需大批量的新鲜肉食，可城内所有酒楼的肉食货源全部短缺，短时间根本凑不齐呀。肉，村子后山的野兔那么多，这不都是货源？小妹，你攒钱不容易，以后切莫再这样大手大脚了。大嫂放心，我想到办法了。这位姑娘拦在我2人身前，可是有事相求？方才我无意间听到县衙要收购肉食，我手里有稳定的鲜肉货源，能够大批量供给县衙使用。如今城内各大酒楼的肉食货源全都紧缺，你怎么会有货源？2位管事只需要知道，现在在这城里，只有我能给你们解决这货源的难题。但凡你能拿出充足的新鲜肉食，我们愿意按照酒楼现在的市价全数收购，有多少收多少，绝不压价。我不仅可以大批量供货，还能提供给您比酒楼更好的烹饪方式。不过收购价需要给到酒楼市价的2倍才行。接风宴事关重大，万万不能延误。2倍市价我们答应了，但你要保证能按时交付足量的肉。市面肉价本就居高不下，你还主动抬价2倍，莫要随口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，招惹官府追责。2日之后，我们就在此地碰面。姑娘千万不要迟到，以免耽误了宴席的筹备。2位管事放心，我绝对能准时送到。如果官差找上门，所有罪责全部由我一人承担。你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，怎么能去牢里受苦？真要抓人，我这个做亲娘的去。我绝不会让诺诺去蹲大牢的，大不了把家中薄田老屋全部典当变卖，凑些银两保诺诺平安。爹，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小妹未必是真的出事了，咱们再多等一会儿看看情况。这都快天黑了，诺诺和你大哥大嫂还迟迟未归，怎能不让人胡思乱想？我现在就去自首，看看能不能减轻诺诺的罪责。再这么等下去，若是官差先来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回来了，可算是回来了。诺诺，是爹没本事，护不住你，爹现在就去把老屋卖掉，
只要你好好的，让爹做什么都行。大嫂，劳烦你和爹娘证明一下，这银子是不是我正当做生意赚来的？爹娘，小妹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亲眼看见聚贤楼掌柜接待小妹，还当场拿出20两白银交给明阳。我每日下地辛苦劳作一整年，到头来也攒不下2两碎银。诺诺仅用1日便挣下20两白银，实在是天大的本事啊！是真的，我的诺诺真的赚了这么多钱。爹娘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带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的。沈燕，这是我刚买的点心，你快吃吧。哦，你要是再推辞不肯吃，我就不理你了。诺诺，对不起，你时时刻刻为我考量，我却帮不上你什么。那就赶快好起来，跟着诺诺一起去挣钱。他的外伤愈合得很好，自今日起他就可以下床缓慢走动休养，不用再终日卧床了。妹夫，等你的伤好全了，就可以跟小妹一起去做生意了。他们常年穿着破旧衣物，可我却天天穿着干净漂亮的新衣服。不行，我必须好好补偿他们。娘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以前全家日日啃糠咽菜，爹娘兄弟的衣上打满补丁，缝补了一遍又一遍，而原身却顿顿白米，身上衣衫干净柔软，还有闲钱置办物件，是时候回报他们了。他们几个连件干净体面的衣服都没有，今天直接全给他们买了。掌柜的，这几个布一样给我来1匹，再给我来几双又耐磨厚实的布鞋。这块玉佩也一起打包。苏家爹娘真是偏心眼，什么好吃是好布料，全都紧着苏诺那个白眼狼。可不是嘛，他一门心思贴补他二婶家的那个苏清柔，家里的积蓄要被他掏空了。你们瞧瞧，苏诺手里这么多上等布料、新鞋子，这么多好东西，定然是苏清柔给他的。他为了讨好苏清柔，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如今总算是捞到好处了。说到底，他还不是依附苏清柔才有的这些物件。我看啊，他自身半点本事都没有，为了这么点东西就讨好别人，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靠着巴结亲戚才能捞着好处，说出去都丢咱们全村人的脸。哟，怎么不跟你堂姐苏清柔待在一处？她如今搭上县衙主簿大人，跟着她肯定能捞不少好处吧？前世原主会疏远亲生爹娘，一味倒贴苏清柔，全是刘婶在一旁不停挑拨。诺诺，你不是你爹你娘亲生的，你其实是你堂姐苏清柔的妹妹。什么？真的？你爹娘就是故意把你抱走，他们嫉妒你堂姐一家，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啊！他日日造谣说我并非苏父苏母亲生的，哄得原主信以为真，才日日冷落家人。你不必在这假惺惺，你日日哄骗我，害我错待亲生爹娘，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。这些布料、鞋子，是不是你堂姐给你的？你得了这种好物件又没处用，不如分我给我一点儿。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早已同二婶那一伙吸血宗族彻底断绝往来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刻意讨好苏清柔半分。你少在这里说大话，你家里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你哪来的钱换这么多绸缎布料？你摆明是哄骗我们。可不是嘛，从前他一门心思贴补苏清柔，这些好东西必然是他堂姐赏下来的，整日依附你二婶家，丢尽自家脸面，真是没脸没皮。这些布料鞋全是我在聚贤楼凭手艺挣钱买下的。什么凭手艺赚钱？这么多上等物件，定然是他骗来的。我看啊，他肯定会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私藏起来，半分不会分给家里人。走，咱们一同跟上去瞧瞧。苏诺不知羞耻，整日巴结苏清柔，靠着讨好旁人换来绸缎新衣，真是丢尽咱们整个村子的脸面。诺诺，你是不是去你二婶那边受委屈了？
若是他们欺负你，娘就去替你出头讨公道。娘，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花钱置办的，和二婶没有半点关联，娘不必为此忧心烦恼。这般上等顺滑料子，我先收进木箱妥善存藏，过几日抽空给你缝制几身漂亮新衣，平日里出门赶集，穿戴体面。娘，这些东西都是特意给你们置办的。怎么传来细碎的议论声？我没有听错吧？这么多上等布料新鞋，他居然全部拿来分给家里其他人，一点不留给自己，满口凭空颠造的谎话！你这个白眼狼，会买东西分给家中旁人，分明是编瞎话糊弄人！我女儿是什么性子，我一清二楚。她说全棚分给家人，就绝不会私藏半分物质。你少在这里胡乱造谣，搬弄是非。苏诺从前确实糊涂偏心堂姐，可今日这番举动，看着不像是假意装出来的，指不定是他另有图谋，故意装孝顺呢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走，诺诺，咱回家。爹平日里下地劳作，这粗布鞋厚实耐磨，你穿正合适。爹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穿这么厚实的鞋。娘第一次见这般细腻好看的布料。诺诺，你对娘真是太好了。小妹，谢谢你。多谢小妹，往后我再也不用穿破洞衣裳了。先前我处处质疑刁难小妹，她心里定然记恨我，不给我买东西也是理所应当的结果。大嫂，这是特意按你尺寸挑的衣裙布料，还有一双绣花布鞋。我也有。之前我处处跟你作对，你却还记着我，是我心胸狭隘，对不住你。诺诺心胸宽广，不记仇，往后你要多多关心他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你说这诺丫头是怎么在短短几日就攒下这么多银两的？我们这些人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。这还用问？一个乡下姑娘一下子挣了这么多银子，定然是在外面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拿这种脏钱置办衣裳，身上都沾晦气。自己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，我凭手艺正经做生意，挣干净银两，轮不到你随意造谣污蔑。整日搬弄是非，满口污言。今天我定要好好教训你，让你往后不敢乱嚼舌根。我全程跟着小妹去镇上挣钱，亲眼见到聚贤楼掌柜主动高价收购他炒制的河鲜，这些银子全是正奖生意货款，半点脏钱都不存在。你们母女二人联合起来欺负我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。苏姑娘，你到底是靠什么法子挣的钱？若是门路稳妥，能不能也带着大伙一起干？我手里有现成的赚钱路子，愿意带着全村乡亲一起干。真能带着我们一起挣钱？后山野兔数量充足，大家有空尽管上山补布。明日一早，我统一出面帮大伙对外售卖，银两当场结清。后山的野兔整日在山林里狂奔，肉质干柴发涩，寻常酒楼根本不愿收，就算抓了也是白费功夫。这个你们不用管，你们只要知道收购价是1斤野兔2两白银。什么？2两？2两银子1斤，这野兔现在竟然这么挣钱！快回家拿东西，去后山。对，连夜进山，去晚了野兔可就被抓光了。呸！真是一群没见识的泥腿子！1斤野兔2两银子，那苏诺要是能拿得出这么多银子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，明天我就在这儿守着，我倒要看看这死丫头拿不出银子，怎么被大家撕烂嘴。大哥，别忙了，今晚陪我进山抓兔子去。诺诺，这大半夜的进山，夜里野兔警惕得很，动静稍大就跑没影了，根本抓不着啊。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笼子？这是我自己改良的重力捕兔笼，里面抹了我特制的香膏。只要野兔进去吃菜，踩中七关，笼门就会锁死。这当真能行？大哥，
今晚你就只管跟着我收网，绝对让你搬兔子搬到手肉。沈燕，沈燕，这是今儿在城里给你挑的，带着养人。这玉佩成色极好，少说也要几两银子。诺诺，你拿去退了，给自己添置几身新衣裳。我粗人一个，用不着这些。给你，你就收着。以前你努力干活，给我那么多吃食银钱，我说过什么了？别哭了，给吃吧。诺诺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以后换我拿命保护你。神了！诺诺，这一个笼里就关了4只。别愣了，大哥，把这几个笼子都带上，咱们回家。这野兔比猴还精，我搁地里蹲守了整整1夜，就用网兜罩住这3只，腿都快冻木了。你算好的了，我忙活了半宿，设了10几个套子，就逮着这1只，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你这也能赚不少了。那倒也是，那可是2两银子1斤啊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就没听过这么高的天价。要是苏诺待会儿不收，咱们这通宵的罪可就白受了。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苏诺那丫头该不会是忽悠咱们吧？是啊，这野兔真的会有人收吗？哟，大家伙还真在这干等呢。我昨天就说了，那苏诺不过是个嘴上没把门的，在这吹牛罢了。刘婶儿，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，万一人家苏诺是真的有门路呢？门路？她一个死丫头能有什么门路？还2两银子1斤。她苏妮要是真能把这野兔卖出去，我当场把这地上的泥巴推下去。是吗？那你今天可能得吃撑了。这得有上百斤了吧？你们是怎么抓到的？咱们平均一家才抓了1两只，他们家整整抓了4大笼。刘婶，一大早蹲在这里是专程等着看我出丑，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少得意，抓得多有什么用？卖不卖得出去还不一定呢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大家排好队伍，咱们到镇上统一轻重，肯定给大家分文不差的结算。都放宽心，诺诺答应的事，绝不会失信于人。乡亲们，带好你们的兔子，咱们现在就去县城交货赚银子。怎么会有这么多野兔？姑娘，这野兔肉质又老又柴，若是在官宴上用这个，我们可就要挨板子了。这批货我们不能收了。两位管事莫急，劳烦二位跟我去聚贤楼后厨一趟，若不好吃，我分文不收。香料气味倒是诱人，可野兔肉质天生发柴，再调味也难掩盖缺点。两位尝尝。这兔肉竟然如此鲜嫩多汁，简直比猪肉还香。是我目光短浅了，这般绝妙的口味，知府大人定会喜爱。那我们先前说好的2两1斤，收，我们全要了。3斤肉，给您6两银子，您拿好。真给银子了，苏诺，
你可真是我们全村的活菩萨呀！该死的贱丫头，还真让她挣到钱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苏家祖去。方才刘婶专程来报信说，苏聂今日赚了大把白银，咱们赶紧过去找他。宗族规矩摆在这儿，晚辈挣下大额银钱，理当拿出一部分补贴宗族。苏聂，你如今挣了这么多银子，按宗族规矩，必须分一半给我们。宗族平日里抢我们口粮，逼我替价的时候，怎么没说要讲规矩呢？你们只会用族规欺压我们，想要银子门儿都没有。哼，若是不肯分银，今日我们就做主，把你送去刘地主家。几位族老息怒，银子我可以定期分出一部分上交宗族。你识相就好。既然我不能嫁给刘地主了，那让谁嫁呢？要是毁了婚约，那我们苏家势必要被刘地主为难，这可怎么办？既然这婚约本就是轻柔的，那就还让轻柔嫁给刘地主吧。什么？族老，当初说好是苏逆去，凭什么换成我？我不要嫁给年纪一大把的刘地主！诸位长辈，柔儿性子柔弱，哪能受得住这种苦？这事儿万万不可啊！婚约本就是为苏清柔定下的。娘，你快帮我求求情，我不想后半辈子葬送在刘地主家里。你故意算计我们是不是？故意哄骗族老，把婚事推给我女儿。什么叫推？这婚事本来就是他的。另外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半句挑拨。二婶，你怎么能怪我？有好处你们抢在前头，要吃苦了就推三阻四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划算的事儿？要么苏清柔按时嫁给刘地主，要么你们和苏诺一样给宗族交银钱，你们自己选。不能这样，柔儿容貌体面，日后能攀上更好的贵人。若是苏清柔拒不遵从族规，那之前说好的银两就只能作废了。给你们1夜时间商议，明日一早给我们答复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故意挖坑坑害我们母女！别动我小妹！娘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我真的不想嫁那个刘地主。若不是你，族老怎会把婚事推给柔儿？你分明早就算计好的。当初你们逼着诺诺替嫁，心安理得拿宗族彩礼，如今轮到自家女儿，反倒百般不情愿，道理全让你们占了。这里没你插嘴的份儿，少掺和我们苏家宗族的私事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她凭什么不能说话？咱们不必在此跟他们争执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咱们回家想法子，明日一早先去苏把银子抢到手再说。若是银子拿到，族老依旧逼我出家，该如何？明天先拿银子，婚事我再找说辞糊弄族老。娘，那些族老当真狠心，居然逼我嫁给那半个身子都快要入土的刘地主。小声点儿，如今族老们发了话，连苏念那死丫头也等着看着咱们的笑话，咱们不能硬顶。那女儿该怎么办？难不成真要去伺候那个老头子？傻闺女，娘怎么舍得让你去受罪？听娘的，明儿你就假意答应这门婚事。什么？假装答应？万一他们当真，直接把我抬走怎么办？这叫缓兵之计。只要你松口，娘明儿就去找苏诺，要他之前口头承诺分给宗族的那些银钱。他那个一毛不拔的脾气，能平白无故把银子交出来？怎么不能？你要出嫁，按规矩，宗族得给你备一份体面的嫁妆，那是你应得的安抚费。那拿到银子之后呢？
等银子一到手，族老们就不会再向着他了。到时候咱们就迷晕苏聂，把他塞进喜轿，替你嫁给刘地主。我的苦命的青柔啊！你这一去，娘的心都要碎了。心腹上轿喽，起轿！你们几个现在就去苏诺家后门守着，等我把钱拿到手，你们就立刻冲进去拿人。婶子放心，弟兄们手脚利索得很，保证出不了岔子。苏诺，你堂姐今儿已经出嫁了，你答应给宗族的那笔补贴银子该拿出来了吧？苏诺，你二婶说的对，当初你当着大伙的面口口声声说挣了钱要补贴宗族，如今可不能食言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！那天在聚贤楼，你亲口说要给钱的。二婶空口白牙，可有字据？还是有旁人亲耳听见？你这个出尔反尔的死丫头！大伙都在这儿，你休想赖账！来人，把这个小蹄子给我绑了！来人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他们在门口等着吗？当时你也在场，你说苏聂是不是亲口答应给宗族分钱了？当时场面太乱，大伙儿都在嚷嚷，我真没听清苏聂说什么银钱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苏诺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你们现在竟然合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！你们就是贪得无厌，眼见我家诺诺能挣钱了，什么脏的臭的借口都敢往上用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当初逼着要替嫁的是你们，现在看苏清柔嫁了又跑来要钱的也是你们，天底下没这样的道理。族老，你不能不管啊！这丫头简直是无法无天。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苏诺，你等着，宗族自有规矩惩治你这等不孝之徒。族老慢走。族老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，这钱还没要来呢。二拜高堂。这苏家的姑娘身段倒是不错。那是自然，我挑的人能差哪里去？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不能拜堂，青柔，不能拜堂啊！不能拜堂，青柔，快停下！拦住他！哪来的疯婆子？今天是我们老爷大喜的日子，敢来砸场子，活腻歪了！我是新娘的亲娘，这婚事不能算数，我们要退婚。退婚？白纸黑字的婚书落了印，聘礼你们也早就收了，现在想退婚，晚了。你们放屁！快把我闺女还给我！赶紧滚！再敢胡闹，直接把你送去官府！青柔啊，是娘害了你，我的青柔啊！小妹，刚从外面得的消息，苏清柔今儿真的和那个刘地主成亲了。造孽呀！那刘地主的岁数都能当苏清柔的爹了，你二婶这心也太狠了。
怎么就把亲女儿送过去了呢？害人中害己。苏诺那个小贱人，都是他害了青柔，我的青柔啊！够了！你还有脸在这里哭？苏老，这事儿能怪我吗？是苏念那个死丫头太狡猾了。今儿这事儿一出，咱们整个苏家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了。苏老，您把苏念那丫头逐出宗族吧，收回他家的田产，让他们一家在村里待不下去。蠢货，把他逐出宗族，那些日进斗金的生意，岂不是便宜了旁人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苏诺每天能赚多少银子？你算过没有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他的生意纳进宗族的名下，到时候怎么分钱，可就由不得他一个黄毛丫头做主了。苏诺，宗族承诺不会再强行要求你分钱，只是你终究是个年轻人，难免心高气傲，挥霍无度。为了苏家的长远利益，这供货契约和采捕生意，何该交由宗族统一管理？你们这算盘打得可真行！放肆！我们这是为你着想，莫要不识好歹。诺娜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别慌，我出去一趟，您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知县大人，这位是苏姑娘，你便是那日给接风宴供出肉的苏姑娘，今日专程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民女今日特意做了几道改良的精致小菜，送来给大人尝尝鲜，也算谢过大人此前的照拂。妙啊！这野菜爽脆清口，兔肉更是毫无腥膻，比那日接风宴上的还要入味几分。你这手艺真是难得。大人喜欢，便是民女的福气。只可惜，往后这菜您怕是吃不到了。这是为何？你的生意不是做得很红火吗？不瞒大人，近来宗族长辈有意将这门营事收归族产统一打理，民女担心以后的食材口味会有偏差。你的顾虑不无道理。若是宗族插手，反倒容易搅乱你和村民们的生意。民女斗胆，想请县衙出一份文书，定下章程，也好让乡亲们安心做事，放心供货。此事于公于民都有益处，本县便与你签下这份合作意向书，以作凭证。多谢大人体恤百姓，民女定当带着乡亲们好好做事。这份文书虽不是强令，但盖着县衙大印，足够让那些族老们忌惮几分了。族老，并非诺诺不愿将生意上交，只是这采捕一事已上达县衙。不过是一张纸，休想拿来压我们！这可是盖了章的文书，若贸然变更承办人，知县大人怪罪下来，怕是会雷及整个宗族啊。若是真惹恼了知县老爷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罢了，今天就暂且作罢，我们走。诺诺，这3天的账目我都理清了，送货的马车路线也重新规划过了，能省半个时辰。沈燕，你这脑子可比算盘还好使，这作坊没你，我真要忙晕了。只要能帮到你，我做什么都甘愿。那往后这账房大权可就彻底交给你了。你就是苏诺，我们赵老爷看上了你的野味配方，出100两银子买断你的独家供货权。多谢赵老爷抬爱，不过我已与聚贤楼签了文书，做人讲究诚信，这买断之事，恕难从命。哼，苏姑娘，在县城做生意，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们老爷可不是好说话的人。那也请转告赵老爷，我苏诺虽然只是个农女，但也不是谁都能捏的软柿子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老爷请苏小姐吃饭。好。苏姑娘当真巾帼不让须眉。只要你把秘方交出来，以后这县城的富贵少不了你的。多谢赵老爷抬爱，但恕难从命。苏姑娘，这县城的地界可不好走，若是不合作，你的山货怕是出不了村口。
苏小姐，我既然敢做这生意，自然就不怕路难走。告辞。大家尝尝，这是用后山野山楂熬的果酱。大家学会这法子，以后不仅山货能放得久，还能卖大价钱。酸甜开胃，太好吃了。明儿县城有个集会，我们去那儿把这新货的名气打出去。好啊，这样咱们就又多了一份营收了。乡野村妇的粗鄙山珍如何登得大雅之堂？今日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佳肴。诺诺，接下来就全靠你了。欢迎各位品尝我的新菜品百菇山枝汤。鲜美无比，这糕点配上酸甜山楂酱，解腻又新奇，此品当为今日第一。那苏诺在雅集上出了风头，老爷气得不轻，找个机会把他的生意抢过来。苏聂，你害得我的轻柔在财主家受苦，既然赵老爷要动你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今天的货怎么没送来？家里农忙，以后我们这几户怕是不能再给你送野兔了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诺尼，我打听清楚了，是县城的赵老爷出了双倍的高价，把他们手里的货全劫了。赵老爷动作倒快，不过他联系咱们村里人的速度未免有点太快了。我得去查查到底是谁在里面捣鬼。诺诺，查到了，那个叫张大处的村民是苏二婶的远房表侄，前几天他常跟赵的伙计在酒馆接触。原来是他，每次送来的货最次，抱怨最多的也是他。小妹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的答应把秘方交给赵老爷吧？不必，我们不用跟赵老爷死磕。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？我们自己开饭馆，然后建立合作社，把人心拢住。合作社？对，选几户人品可靠的村民，跟他们签长期契约，给他们保底的收获价和年终分红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为了分红就不敢跟赵老爷走了，我们也不用怕他们把秘方泄露给外人了。诺诺，这契约上写的，当真能保证天天收我们的河鲜和野兔？只要符合定下的品质标准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价钱定死，绝不让大家担风险。往后每天都由我来和各家对接，大家只要把货备好就行了。好，一定跟着你们好好干。诺香居，这名字起得真好。前厅交给你接待，账目和食材调度交给我，必不会出错。除了招待，你也记得告诉客人，咱们还接上门家宴和包桌。好啦，准备开张啦！好嘞，大吉大利，放便竹喽！苏掌柜，恭喜新店开张啊！本官今日特来给你送庄大买卖。大人，不知是什么大买卖？知县大人今天要与亲友小聚，大人极赏赏你的厨艺，特派我来请你上门掌朝宴席。多谢知县大人赏识，民女这就收拾厨具和秘制调料，随大人前往。大伙儿瞧瞧，咱们诺香居刚开张，知县老爷就特意请我们诺诺去掌勺家宴呢。给我来一份爆炒河鲜，再打包2份卤兔肉。我要3份爆炒河鲜，我要2份兔肉。掌柜的，下个月我老父亲做寿，不知能否请苏诺姑娘上门定制一桌寿宴。哎呦，那您可真是找对人了，咱们诺诺的家宴在县衙都是挂了号的。这位老爷，下个月只剩下初8和16还有空余，那就定初8，这是定金，可千万要把苏姑娘的时间给我们留着。听说了吗？那诺香居的爆炒野味里面其实加了脏东西。脏东西？
怪不得我吃过一次还想吃，难不成里面放了让人上瘾的药？可不是嘛，那药吃久了苍害身体。听说昨个城东有孩子吃了，现在还上吐下泻呢。外面这群人简直是疯了！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赵老爷联合对街那几家酒楼联合起来造谣，说咱们的菜里放了害人的草药，吃坏了老人小孩，现在大伙都不敢来了。诺诺，今天一个客人都没进来，要不咱们降价，卖便宜点，先把人拉回来。这哪成啊？降价不就显得咱们心虚吗？要不咱们去县衙告状，请知县大人做主。不可，我们拿不出是谁造谣的证据。若官府介入茶坊店铺验货，反倒更说不清。沈烟说的对，那咱们就干坐着，由着他们这么往咱们身上泼脏水。既然他们说我们的菜里放了害人的药，那我们就把这做菜的过程原原本本的亮给他们看。苏姑娘，这品鉴会当真能成？那些造谣的酒楼可都在暗中盯着呢。掌柜放心，就是得麻烦您帮我请几个人来，让我当众自证。掌柜的，请帖已拟好，城东的回春堂张大夫、林家布庄的林老爷皆在其中。好，那我这便去送帖子，咱们就在聚贤楼门前搭台子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各位乡亲，今日我苏诺当众烹饪，任凭大家检验。这些爆炒所用的八角、桂皮、草寇，皆是买来的上等香料，绝非什么害人的奇药。入口麻辣鲜香，肉质紧实，当真美味无比。干净清爽，老夫活了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透亮干净的烹饪过程。诸位，这些香料都是很常见的做菜香料，何来戕害之说？纯属无稽之谈。大哥，记下那几个人，等证据拿足了再算送账。明白，一个也跑不掉。多谢张大夫和林老爷为我作证，我苏诺清清白白做人，绝不容宵小污蔑。林老爷，您的菜齐了，这可是今早刚捞的大河西。好，自从张大夫辟谣后，我这几天不吃你们家的卤味，总觉得少了点滋味。多谢林老爷捧场。可恨，这小丫头片子不仅毫发无损，生意反而比以前更红火了。老爷，硬的不行，咱们干脆直接把人绑到庄子上，严刑拷问，不怕他不交出秘方。做干净点，今晚等他回村，在路上动手。好嘞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苏姑娘，我们家老爷有请，识相的就乖乖跟我们走一趟。赵老爷还真是贼心不死，若是我说不呢？那可由不得你，动手，绑回去。起！想动我妹妹，先问过我的锄头。你们老爷的好意，我苏聂记下。大胆！抢夺商户秘方，指使家丁当街行凶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冤枉啊！草民只是想与苏姑娘谈些生意，绝无行凶之意，定是恶奴自作主张。大人，赵家那些家丁已亲口说是受赵老爷指使。大人，我呈诉给您的账册里还记着赵家多年来强买强卖、欺行霸市的旧案，请大人明察。本官对赵家的恶行早有耳闻，来人，将赵宽打入死牢，查封赵家所有产业。这是从县城捎来给你的信，你那宝贝闺女在财主家当妾，日子过得极惨，天天挨打受气呢。不可能，我专门拜托赵老爷，让他帮我照看青柔的。什么？赵老爷？刚才城里传来消息说赵家被抄家查封了，赵老爷下大狱了。你胡说！赵老爷是大官，他会帮我的，他还说要帮我报仇的。都是我的，银子是我的，大宅子也是我的，青柔是官太太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贪心不足，终究还是害了自己。恶人自有天收。诺诺，
往后没人能再打扰我们家的清静了。苏诺，往日里大家有些误会，今日老夫特来赔罪，顺道给你送些薄礼。族老客气了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。应该的，你如今成了气候，连知县大人都如此赏识你，真是我苏氏一族的骄傲啊！族老今日登门，不只是为了送礼吧？以前是你二婶一家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往后这诺香居的事儿，你若有需要族中帮忙的，就尽管开口，宗族永远是你的靠山。不必了，先前我们家落难，宗族一句话都没问过。如今我们生意红火了，您倒是想来做靠山了。诺诺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你终归是苏家的骨肉，离了宗族，你在外面站不稳。站不站得稳，是我自己的事。今天我把话挑明，我苏诺早已跟宗族划清界限，从此各过各的。苏记的生意，宗族无权过问，更无权染指半步。放肆！你一个黄毛丫头，竟敢目无尊长，不敬宗族，你连祠堂都进不去。进不进祠堂，不劳您操心。但若有人敢打诺香居的主意，知县大人的板子可不认什么宗族规矩。你们真是一群白眼狼！沈燕，这图上画的是什么路线啊？这是通往临近3县的新路线图，我算过账目。如今店里每日消耗巨大，牛车运输太散乱，成本太高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自己组建专门的运输队？对，避开泥泞一塌的山路，改走这条水路联运，至少能省下30%运费。这法子好，大哥正愁没事干，就把这运输队交给他负责，一路上定能保食材新鲜。还有一事，野兔和河鲜受季节和天气限制太大，若遇上寒冬大雪，产量必然锐减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诺诺，你让我带的番薯，我给你带回来了。爹，辛苦了，为了找粮食，害你跑了这么远。没事没事，不辛苦。诺诺，这番薯可高产了，1亩地能收好几千斤呢。我还带回来了这个，这是我在临县赶集时从一个过路的行商手里讨来的。听闻产量能比咱们这儿的稻米高出30%。这若是种成了，咱们全村人明年都不用挨饿了，家家都能吃上饱饭。爹，这种子确实饱满，色泽也与寻常稻米不同。若真有如此产量，确实是天大的好事。诺诺，这地里若是种了新种子，万一收成不好，这一年的脚骨可就全没了。俺们心里实在没底呀。大家放心，若是因为示众导致减产，所有的损失由我诺香居赔偿。这番薯一个比一个大，看来1亩真能收几千斤，那多好啊！老苏，你们这地里施的什么肥啊？哈哈哈，这可是高产种子，跟着我们家诺诺干，地里刨出来的都是银子。就是，当初你们还笑话我们，现在眼红了吧？想种就赶紧来我们合作社。哈哈哈哈！大哥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放心吧，你大哥没你想的那么笨。大哥，这是我重新规划的线路，沿途都有我们合作的驿站。诺诺、沈燕，你们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大哥，宁可走得慢些，也要注意安全。是。都说诺香居的手艺天下一绝，本公子偏不信这个邪。少东家，咱们这新装潢和半价的招牌一挂出去，
城里大半的客人都被吸引过来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去打听打听，诺香居最出名的是什么菜，他们卖什么，咱们就降价卖什么。可是少宗爷，咱们这样亏本卖，能撑多久？本公子有的是钱。等到那诺香居关门，这县城的酒楼生意就全是咱们周家的了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，大嫂？那醉仙楼居然盗选我们的酱料，连包装都选了7、8分像。盐放多了，香料配比也不对。大嫂，不必动气。我能不气吗？他们卖的比我们便宜，今早好几个老客人都被他们用假货哄去了。有人模仿，说明我们被市场认可了，这是好事。既然他们想抄，我们就把门槛抬高。如此一来，假货一眼便知。虽然包装能防伪，但是要彻底甩开醉仙楼，还得在菜品上出奇制胜。没错，现在正值深秋，我们不如顺势推出季节限定的养生药膳。张大夫给的药膳方子，正好能派上用场。药理配比，醉仙楼的人就算尝破了舌头也学不会。诺诺，这亮晶晶、细长长的东西，难道又是新吃食？这叫番薯粉条，是用新收的番薯做的。尝尝这个，苏记招牌酸辣粉，暖胃又开胃。这粉条劲道滑爽，太过瘾了。药膳新包装，再加上这番薯粉，醉仙楼只能望尘莫及。让他们在后面慢慢追吧，我们的脚步，他们永远也赶不上。诺诺，好消息！城西的钱员外和李员外都指明要订咱们的番薯粉条，还要订下个月的家宴呢。咱们的番薯粉条如今供不应求，仓库里的货全空了。大嫂，先把订单分类登记，等第2批粉条晒干，立刻优先给2位员外送去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诺诺，这个月的账都没问题。沈燕，账目算完了吗？算完了，盈利又翻了一番。诺诺，别太拼了，去休息吧。那就好，等过了这阵子，咱们就能在县里再开一家分店了。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在你心里，我是账房，是帮工，还是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我兄弟吃了他们家的粉条中毒了，要毒死人了！这位客官，莫要惊慌，我这便去请张大夫。县衙办案，有人举报诺香居食品不洁，致人中毒。来人，把这儿给我全封了！差爷，这分明就是栽赃！我们的食材天天用，怎么偏偏他中毒了？人命关天，查明真相前，谁敢阻拦，便是一并同罪。封店。
黑心商家呀！大家千万别再买他们家的东西了，我兄弟现在生死未卜啊！诺诺，这可怎么办？作坊也被封了，大家都在传咱们用烂番薯，名声全毁了。诺诺，我刚才瞧过了，那人虽吐白沫，但呼吸平稳，不像是剧毒。看来是有人精心设的局。少东家真是神机妙算，这招借刀杀人让诺香居彻底成臭狗屎了。跟本公子斗，我要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小的已经让人在满城散布消息，说诺香居不仅要倒台，苏诺还要坐牢。哦，去盯着县衙，只要苏家那丫头被判罪，我们就把他们的秘方低价买过来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苏诺，小东供告你们诺香居食品不洁，致其重病，你有何辩解？大人，民女所售粉条皆是自家生产，绝无不洁，此案定有蹊跷。大人，小人亲眼看见我兄弟吃了粉条后口吐白沫，当时人证物证俱在，苏诺是在狡辩。大人，草民有话要讲。知县大人，草民已查明真相。堂下何人？还不从实招来！大人饶命！是我兄弟小东让我假装中毒，他事先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事先服下催吐药，然后跟他一同去诺香居闹事儿的。你胡说！周少东家，这个小东是你的人吗？大人，这都是小东自作主张，与草民无关啊！周家小东行贿诬告，来人，将他重打30大板，关押3年。大人饶命啊！小的冤枉！周文远管教不严，醉仙楼即日起停业整顿，罚银100两，以儆效尤。苏姑娘，本官即刻命人接去封实，恢复诺香居名誉。民女多谢大人。诺香居的食品皆经得起官府和百姓的检验。今日重新开张，全场菜品一律8折，多谢街坊邻里厚爱。经此一事，诺香居的声誉不仅没毁，反而成了县里最让人放心的金字招牌。沈烟，谢谢你。这次若没有你，诺香居怕是过不了这一关。苏姑娘，路途遥远，你们辛苦了。苏姑娘，你做的那道南北结合的蟹黄夹子，真叫京城里的贵人们开了眼界。北方外皮酥脆，南方馅料香甜，两者结合才能珠联璧合。听说你这帖子都排到明年了，不知这次能有幸见到什么美食？这次诺诺精选了药食从源的材料，不仅美味，更有温补之功，最适合京城的干燥秋天。沈燕，帮我再拿柴来。见过贵客。苏姑娘，这位是瑞王爷，平生最喜美食。民女苏诺见过王爷。不整那些虚礼，苏姑娘，你用番薯与北风面食结合，化寻常为神奇，这心思实在难得。世间食材本无贵贱，只要用心调和，皆可做出美味。好香啊！
这汤里有当归黄芪，正是。可我没闻到药末之苦，反而闻见股清甜，妙啊！民女在汤里加了雪梨，可中和药苦，又能润肺。好，本王尝遍京城珍馐，唯独你这菜吃着最是舒坦。苏姑娘，你这手艺留在民间实在可惜，不如进本王府邸，本王定不会亏待。多谢王爷厚爱，但民女自幼惯了，且家乡还有合作社的千百农户指着民女吃饭，实在无法长留王府。这天下厨子挤破头想进王府，你竟拒绝了。民女虽不能留下，但民女愿意每季托人将新研制的菜谱送入府上，供王爷尝鲜。王爷，诺诺志在让天下百姓都能尝到美味，若困于一府，反倒失了他的名气。好一个志在天下！既然如此，本王也不便强求，便依你所言。大哥、大嫂，诺香居如今名头已响，往后这生意就全交给你们打理了。诺诺放心，大哥一定守好你的招牌，绝不丢了你的脸。什么我的？是咱家的。你要是敢把诺香居的招牌砸了，我饶不了你。二哥，合作社的事情最为繁重，交给你，我最放心。小妹放心，番薯淀粉和干货的质量，我亲自盯着，绝不出半点差错。那你和沈燕呢？你们两个甩手掌柜要干什么去？我负责总管所有账目、车队物流和外地的商务合作。至于诺诺，我得负责研发更多的新品，带咱们家赚大钱。看到你们都这么有出息，爹就满足了。看你那点出息，爹，我说了，以后的好日子还多着呢，您得慢慢享受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诺诺，你们刚回来还不知道吧？那周家的醉仙楼昨儿个彻底关门大吉了。这么快？可不是嘛。那周文远本就经营不善，又被知县大人罚了银子，停业整顿，醉仙楼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。听说昨天债主都逼上门了，他连夜把酒楼抵债跑路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用劣质酱料砸了自己的招牌，倒闭是迟早的事。别管他了，今晚咱们在诺香居摆一桌，全家好好聚聚。哎，我说的时候你听着点儿，记住了，这番薯苗下土时，根要斜着插，往后结出来的番薯才能个头大，水分足。苏老爹放心，我都记下了。好好学，学好了，今年咱们合作社肯定还能大丰收。老头子干了一辈子了，如今总算是盼到好日子喽。掌柜的，我的菜呢？马上，给你端着呢。别算错了。几位客官，今天刚到的一批新鲜的番薯粉条，配上咱们家的祖传老汤，可得尝尝鲜。掌柜的，我们就是冲着这口来的，快点上菜吧。完了，算到哪儿了？二哥，酱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试一下新做好的酱料。火候刚刚好，但封装的时候必须用红蜡封死，钢印要盖得端正，绝不能砸了怒香居的招牌。二少东家放心，每一罐我都亲自验过，不会出半点差错。苏姐姐、沈大哥，若非你们出资修路，资助我们上学堂，我们这辈子都没机会读书。好啦，别哭了，好好读书，往后不管是要考取功名，还是回乡干活，都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好的，苏姐姐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恩情。诺诺啊，
咱们苏家如今修路办学，村里人都对咱们竖大拇指呢。路通了，往后咱们送货不仅能快上1倍，村里的孩子们也能走得更远。这批货是要送往京城和各大交通枢纽分号的，路上千万要仔细，不得有误。得令，东家放心，保准按时送到。好，抓紧时间出发吧。诺诺，你看，如今咱们家的生意多红火呀，就连车队都天天不休息。大嫂，辛苦你们了。商路已成，学堂书生不断。诺诺，你当初的愿望，如今都实现了。沈燕，你看，这才是最好的日子。有家，有你，有这人间烟火。真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，让我们2个就这样一直待下去。往后的春华秋实，我都陪着你。